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阅读者肖战。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周国平先生的作品《自己的园地》。周国平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一直以来，他都以独特的文风影响着广大读者，对于我们年轻人为人处事也有着非常良好的引导作用，同时也阐述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告诫我们，无论在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无论遭遇了什么，都要保持一颗赤诚之心，让那些美好、积极的正能量始终都保存在自己的内心，坚强乐观地面对人生中的波折和坎坷。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扪心自问，当我们面对生活的重压，或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时，我们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赤诚之心？是否还能坚持最初的那个自我？我记得周国平先生还说过，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我想，我可能是比较感性的那个人，所以我更偏向于后者。我一直以来都是爱好比较广泛，8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画画，在小时候也学过小提琴，在学校是一个十足的文艺积极分子。另外，我在大2时和朋友成立过一个设计工作室。在大学毕业后，我还继续做着设计师的工作。我原本也以为自己可能在之后的日子也就继续做这样设计师的工作，这样生活下去。但是在2015年的夏天，因为我的一个尝试，让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因此让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当时燃烧吧少年的节目组导演通过学校老师问到了我的信息，然后联系到我本人，问我要不要参加训练营。因为我原本就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在大学期间也获得过一些小成绩，所以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北京。后来通过专业的训练和舞台检验，我渐渐迷上了表演艺术。后来我才发现，不管是画画，还是做设计，或者是唱歌、跳舞，又或是演戏，都是一种表演形式。原来我一直都热爱着表演，只是自己没有发现。是艺人的身份，让我更直观地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热爱。进入训练营以后，我才渐渐发现，光会唱歌是不行的，你还要会跳舞。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的舞蹈基础为零。我记得当时因为不适应北京的天气，头痛发烧，肌肉也拉伤了，导致膝关节积水。但是为了跟上队员的脚步，不拖累队友的后腿，我还是强忍着病痛坚持了下来。训练营为了发掘每个人的闪光点，还设置了很多测试环节，3天一小考，5天一大考，根据考试成绩再进一步进行培训调整。当时自己确实有一些适应不了这样的强度，之后在老师的帮助下，我开始健身，然后努力的为舞台表演打基础。这个过程虽然有些辛苦，但是每天其实都过得很充实。大部分的时间心里面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次的练习一定要比上一次做得更完美。今天怎样做得比昨天更好？记得在训练营的时候，我们都很少通过手机与外界联系，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只有偶尔可以接到爸妈通过玄关打来的电话。其实从小到大想一想，还没有离开过爸妈，也没有离开过家，从小都是在他们呵护的一个环境下成长。训练营的生活让我真正第一次体会到了竞争的激烈和离别的残酷和难舍。正是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在这条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喜欢舞台上自己的样子，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保持这一份赤诚之心，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为了更好的磨练和突破自己，之后我开始认真拍戏。因为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和演技磨练，底子有点薄，
但是为了把每个角色展现得更加圆满，我认真地请教了很多前辈，也认真请教了老师。拍摄时每一个镜头，我也尽可能准确地去表现。所以不管任何时候，我就一直督促自己要努力的学习，不断提升，坚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能力范围的最好，保持住自己这一份赤诚之心。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人生路上会遇到各种不可预知的状况，有好有坏，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我们唯一可以决定的一点，就是保持内心的不动摇。只要你能坚守住本心，始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那就不会迷失自己，到最后终将会收获一个理想的结果。内心的赤诚有时候像是房子的地基，想要房子盖得高，地基必须稳。就好比我们国家也讲究坚持基本国策，基本原则不动摇，我们的社会也讲究坚持核心的价值观，这样才会健康、稳定、有秩序。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想要完成人生的目标，就一定要坚持内心的某些东西不动摇。有了这一份赤诚，你才有前进的方向和原动力。希望我们当代青年每个人都能保持本心，努力前行。